大家好，我是大鹏，我现在呢是在新加坡。这两天啊，在新加坡的中心区域好好的逛了一逛。昨天晚上呢，去了一趟滨海湾花园，那边的夜景啊非常美，吸引了很多的外国游客。诚实的讲，新加坡的夜晚啊，确实把我给震撼到了。因此呢，今晚啊，我也打算去市中心的某个区域稍微的转一转。白天呢，去了一趟这个鱼尾狮公园那边，感觉周围的环境啊，各方面呢确实非常棒。晚上啊，听说那边的夜景更美，因此呢，今晚啊，我就去鱼尾狮公园那边去转一转。行了，废话不多说了 ，Let's go。哎呀，最后一晚了，在新加坡，看看这个码头附近啊，人还挺多。这一块晚上那么热闹啊！价格相对来说不贵，只能说不贵，肯定是不便宜啊。但是特别贵倒不至于。像这种地方，如果特别贵的话，估计也不会有那么多老外啊。现在外国人一般都是花小钱啊。刚才在这个麦当劳吃饭的时候，看到有的那个工作人员，我估计得70岁了吧，反正岁数挺大的。好像这种情况在新加坡比较普遍啊。我查了一下，新加坡这边退休年龄是63岁啊，但是很多的这个当地人工作，甚至都到这个70多。说实话，有点挺不可思议的。有的走道都不那么利索了，我感觉啊，还在工作。比如我在那个机场里看到的那个老头啊，真的走道都不利索，我真怕他倒那儿啊。但是这种情况在新加坡挺普遍的，虽然很富裕，但是很多人啊工作到70、80岁，这有点挺不可思议的。在这附近稍微停留停留，小游船啊，一会儿还是去这个鱼尾狮公园那一块儿，看一看那边的夜景，这一块儿也挺漂亮。过了那个桥，差不多就到了。过了那桥，前面还有一座桥，然后就差不多到那个鱼尾狮公园了。刚才我在这个麦当劳里吃饭嘛，刚才我稍微看了一下啊，他这个店里面有这个招聘的广告啊。按理说这个如果在麦当劳这边工作的话，就算是比较低级别的工作吧，但是也不是说是人就能干，至少你得会说英文啊。在这个新加坡这一块，英文几乎可以算是基本技能啊，不是特殊技能，非常基本的技能。因此呢，如果你要是想在新加坡找工作的话，英文得过关。我看了一下那广告啊，上面写着是一个月好像是2000多一点吧，新元啊，合人民币1万出头。12000不到吧，肯定不到12000啊。但是在这个新加坡生活肯定不那么简单啊，这边房租啊各方面的，应该说还都是挺贵的。住宿这一关啊，就非常的不容易搞定。当地人说好像是都住那种祖屋啊，好像就是一个比较低的价格吧。然后在这边租个房子，只不过那房子相对来说价格比较低。刚才还稍微注意一下，就是这个老大爷啊，就那70多的那个工作的，也会英文啊。他就是新加坡本地人嘛，因此从小就学英文啊。我估计啊，英文应该比我好。他们从小就说英文，
我是16岁之后才学的英文。他们这边就是跟顾客有时候说英文，也说中文啊。帮我这个上餐的那个人就跟我说的中文啊。我看到那老大爷跟他也是说中文。当时老大爷抱怨，好像是那意思，这个旁边就是垃圾桶，那人也不知道把那个垃圾倒到垃圾桶里啊，还从那儿抱怨。这块夜景还挺不错啊。行了，把钱也花的差不多了，虽然没买什么吧，主要是在新加坡这边买些东西啊，价格也比较高啊，因此花着花着就没了。而且确实这边有些东西一看就想买啊，因此在这儿存不住钱啊，除非你在这边啊工作特别好。稍微的在这儿看一看，一会儿去这个鱼尾狮公园，确实挺漂亮这一块儿。要说这新加坡确实挺漂亮，看看周边的建筑弄得还挺漂亮。现在正在想一个问题，是不是以后再来一趟新加坡？我来这边应该说还算是比较方便啊，虽然待的时间不长吧，但是相对来说比较方便啊，因为这个我有这个10年的美签嘛。因此呢，如果来这儿的话，就直接飞过来，然后呢4天内再办理这个离境就可以，买张离境机票啊，随时来都可以。这个近几年都可以来啊。我现在口袋里还有一张地铁卡，那张卡是5新元，但是呢它是不退的啊。你可以随时用，往里续点钱，然后就可以坐地铁啊。从机场坐到这个市中心，也就是2新元，不到10块钱吧。要说还是挺合适的，比较喜欢坐这个地铁啊，在这边相对来说是比较便宜的。因此我暂时还不想把那张地铁卡扔掉啊，或者说找个人啊卖给他，万一以后还能用得上呢。再来新加坡直接刷那卡就可以，再办一个又是5新元啊。前面就是这个鱼尾狮公园了，挺近的啊。看看那边夜景如何，看完之后结束这次的新加坡之旅。这个弄得跟当地的神兽似的啊，看着还挺搞笑。嚯，这大象长犄角了。这是哪里？可能是对面那幢建筑。刚才正好从那儿过来，先看看这个帆船酒店。昨天是在帆船酒店的那边啊，另外一边啊，在那边待了2、3个小时吧，因为那边有这个演出啊，挺漂亮的。看看，两边各有千秋啊。这边有这个鱼尾狮，然后那边有那个像大树一样的地方啊。高端工作都是这些欧美人从事的啊，因此现在餐厅里大部分还都是这个欧美人比较多。再稍微的看一看。行了，看到这个鱼尾狮雕像了，
晚上继续喷水啊，可能是24小时不间断的吧。一会儿在附近稍微的休息休息，然后就去机场了。尽量早点去啊，因为毕竟对这边的路线还不是很熟悉嘛，别后来到时候误了点儿。从这儿到机场20多公里了，挺远的。行了，美丽的鱼尾狮公园。再看一看这个新加坡的夜景，这边是鱼尾狮啊。现在是晚上9点1刻啊，人还挺多。行了，该离开这里了。9点多了，从这儿走到地铁站大概得半个小时不到吧，20分钟左右，走得慢点儿，先拍拍这个夜景。因此10点钟之前争取坐上地铁。晚上这会儿印度人见多。哎呀，美呀！但是没办法，在新加坡没房啊，不能在这儿天天守在这儿。希望国内有城市能赶超这个新加坡吧。现在去地铁站啊，大概得走个1公里多一点，就是白天我吃饭的那个附近，牛车水附近啊。这些大厦晚上还都亮着灯啊，不知道是有人工作啊，还是一般国内的那个大厦这个点儿差不多都熄灯了。节能减排啊，这一点国内比这新加坡做的要好，不浪费资源啊，为国家省电啊。现在有点渴，出来带了一瓶水，现在也喝完了，再想喝就得去机场喝了啊。估计从这儿到机场的话1个多小时吧，1个小时整也许，反正这一道不近啊。口袋里的钱还就剩下50分啊，肯定是买不了一瓶水在这儿。在这儿买瓶水的话，至少也得1个新元多吧，1.5左右估计。新加坡可不便宜啊！
别说这个新加坡，它确实是比较干净。看这街道上面也很少有这个垃圾桶什么的，能保持到这个程度，相当不错了，感觉。花园型城市啊，怪不得很多人花很多的钱移民到这里。这个点还有工作的，这边体力型的工作一般都是印度人来做，华人一般做的都是一些服务业的，哪怕扫个厕所啊，弄个超市啊，华人居多，还有一些马来西亚那边的马来族吧，也是新加坡人，只不过是马来族。这边马来族也是一个主要的一个族裔。这块垃圾有点多了，应该就是这个附近吧，有一个地铁站啊，来福士啊。一说来福士就想到了这个重庆啊。再看一看新加坡的市中心啊。行了，要离开这里了。这有一个地铁站啊，他们当地管叫 MRT 来福士广场。这站是来福士广场。新加坡的地铁有一点还是不错的，不是很拥挤，不像北京啊，甚至上海那边。行了，现在刷卡进地铁，亲切的地铁。行了，这个新加坡的旅游视频啊，就暂时差不多到这儿了。一会儿呢，坐地铁去机场，因为订的是明天早上的飞机，因此呢，晚上就要在机场里度过了。最后呢，再稍微的说几句关于这个新加坡的个人感受啊。确实啊，各方面非常的高标准啊，感觉待了这2天啊，时间有点短，希望有机会吧，能够再来新加坡这里。行了，今天就先说到这里吧。